什么话？我有个疑问，你们这么磨磨唧唧，会不会耽误时间呢？听说太子还要在城外设宴送行呢。除了这个，你就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了？说什么？哎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可尽量要保护好自己的狗命，千万别死。虽然少夫人骂世子是狗命很难听，但好歹也是关心世子了。所以说嘛，夫妻之间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什么过不去的。我死了，你会伤心吗？肯定会啊，原本半年就能和你和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还得给你守孝3年，想想都崩溃。所以你可别死啊，就算不为别的，为了沈夫人你也不能死。闹了半天，少夫人怕的竟是这个。你慕容麻雀，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啊？不是大哥，你怎么恶人先告状呢？我们俩是谁先铁石心肠的？是谁先扔下我跑去见表姐？是谁山洞里嬷嬷刁难我？是谁指着我的鼻子骂的？我不是都道歉了吗？你什么时候道歉了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？那我现在说对不起？对不起有用的话还要官府干什么？你快去吧，别磨叽了。本来太子就看你们不爽，你们磨磨唧唧，让人家太子久等了，那不是更不爽？紫嫣，走吧。记住，好好等我回来，给你道歉。说着便跟着昌宁侯离开了。小姐，我们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去找瑞王啊！我都迫不及待出发了。王爷，好消息！沈公鸡滚蛋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王爷，你看什么呢？你可以称呼我名字。好，没什么。哦，这2天我故意没有来打扰你，怕影响你的工作进度。行程安排的怎么样？我的伪装身份确定了吗？找到装我师傅的军医了吗？我们走陆路还是水路？你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，还是按照原计划。你伪装成军医的徒弟，在前线救治伤员。至于军医的身份，到前线便有人带你去认识了。至于路线，走水路能舒服一些。水路会不会太慢了？我们只要在大部队到达前后抵达便可了。大部队人多，速度慢，最快速度要12天到14天。如果我们走陆路，先不说悲关路崎岖不好走，只说提前几天到也无事可做。水路的话，差不多比大部队能提前1到2天，正合适。你说的对，一切听你安排。朱雀，你这么期待去前线，是因为急着升级空间？升级空间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，十分重要。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我早早便有你这样的危机意识，早早为自己打算，是否下场不会落得这般惨了？你知道吵架的秘诀是什么吗？吵架的秘诀是什么啊？就是永远不要自证，不要内耗。你可以自我检讨，但要在不与人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检讨。一旦发生冲突，那么都是对方的错，只要你自己挨，你输了。你知道皇上要对付太子吧？昌宁侯对我说的秘密，我并没有瞒你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子提前做了防范，最后要被皇上对付？是啊，他提前做了防范，要被对付。你没怎么做防范，依旧要被对付。所以说，错不在你，而是狗皇帝。我不做防范被对付，太子做了防范被对付，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才不被皇上忌惮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这就是命运吧。虽说人定胜天口号喊得响亮，但意外真到来，又有谁能避开？聪明如你都无法避开。你是不是把我当神仙了？我要是神仙，能跑到这地方来？既然无法避开意外，那就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这句话让你说对了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及时享乐就对了。不和你聊了，我回去也收拾收拾，然后和沈夫人说一声，她允许后，我就可以出发。朱姑娘，主子有令，让你们先行上船。好，真是抱了一条好腿啊！王爷也上这条船？那肯定是的呀。干得好。继续保持合作。小姐，我们上船吗？走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带行李了吗？肯定带了。你忘了小姐有那个，而且今天我们在京城可买了不少东西。我的意思是啊，其实慕容姑娘根本不用带行李，因为王爷呀准备了全套呢，比上回去京郊别院的还全呢。王爷为小姐准备了，难怪行李那么多。王爷对小姐是真的体贴啊。于是主仆2人在下人的引导之下登上了庞大的商船。一定要镇定，哪怕是装的也要装出镇定，绝对不能漏气，不能让人瞧不起，不能表现的没见过世面，给小姐丢脸。我可是入过宫的人。哇，好大的船呐！我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。哦，不对，是第一次坐这么大的木船。哇，好大的帆！哇，好粗的木杆呐！哇，还有船桨！哇，这么多人划船的吗？哇，上面竟然雕了花纹，还怪好看的。
的。不是，小姐，您要这么表现出来吗？如果被人发现我们没见过世面怎么办？您现在好歹是侯府少夫人，以后可是要当瑞王妃的人呀。你怎么那么淡定呢？唉，不愧是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果然厉害。我的淡定都是装的。早知道他这么喜欢大船，应该弄个更大、更豪华的来。可惜了，这条船已经是银浪河上最大的了，要不然可以同时买上几条大船，每条河放一条大船，一旦他有兴致游船，就可以用了。王爷，你来啦。你喜欢这样的船吗？如果喜欢，一会儿便下令，这就买。还行，第一次做比较新鲜。以后还想做吗？这需要赶路便做，不赶路就算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到底要不要买啊？如果不买的话，下回如果想出行碰不到好船怎么办？但如果买了，他不喜欢怎么办？他会不会是说客套话？要不要回头再巧妙的问问？有什么可问？买来就是。如果他不喜欢，就直接放船坞里烂掉。昨天赶了一天路了，累了吧？如果累了，就回客房休息吧。好的，王爷你也注意休息。慕容朱雀便拉着朱榴莲回了客房，却没有见到他一走，男人的薄唇便赌气的抿了抿。王爷，您若是想让他陪您，直说就是了。属下相信您要是开了口，朱姑娘肯定会留下的。不行，回房间吧。他可不能冒那讨人嫌的险。慕容姑娘对沈世子多绝情，他可是看在眼里，他必须步步为营，宁可不动，也不能乱动。是，王爷。记住，一旦发现他出船舱，就立刻叫我起来。是，王爷您放心吧，属下肯定叫您，您放心睡吧。唉，看来得和榴莲姑娘想想办法，给王爷和朱姑娘创造机会啊。晚膳时，主仆两人被请了出来。当慕容朱雀从船舱出来，登上甲板时，瞬间倒吸一口气。我的天哪，好美！却见船舱外晚风徐徐，清凉的风夹杂着水汽，吹在脸上润润的，又凉快又舒适。王爷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见今晚天气不错，所以想把晚膳摆在甲板上，你意下如何？当然可以啦，真没想到赶个路竟然成了豪华古船游。说着高兴地走到甲板边缘去看风景。危险，小心！这么高的栏杆我还能翻下去不成？再说就算翻下去我也能游回来。你会水？当然，你呢？我未曾学过。等你身体康复了，我教你游泳。泳字任挑，我浪里小白条，游泳贼溜。朱榴莲拉了拉李云池的袖子，之后焦急地使了眼神。哦，对呀，要为王爷和慕容姑娘创造机会，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？李云池急忙将瑞王推了过去，之后对一旁守着的侍卫暗暗摆了摆手。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哎，话说要不要叮嘱厨房把晚膳稍稍推迟一点，让他们多聊一会儿？我看行，不过也别推迟得太晚，别把王爷和小姐饿坏了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。还用你亲自通知吗？随便找个侍卫去不就行了？你该不会是想和我切磋吧？不行吗？我说这位姑娘，这可是在甲板上，拳脚无眼，要是一会儿我们两个人不小心跳到河里，这黑灯瞎火的怎么办呢？耽搁了行程，就慕容姑娘的火爆脾气，不得把我们两个大卸八块啊！有道理，好可惜啊。哦，对了，王爷，你介意我披头散发吗？披头散发？累了一天，真的好难受，薅得头皮发麻，我想拆了吹吹风。好，只要你自己愿意就行了。我是私生女，养在别院的野丫头嘛，和你们京城一板一眼的千金大小姐没法比，我不在乎什么仪态的。不许这么说自己，性格直爽畅快，有何不好？好舒服呀，紧绷绷的绑着头发，可太难受了，是不是太不雅观了？要不然我让榴莲再给我盘上。不是，我只是没见过女子在我面前披散头发。那是当然，您可是高高在上的瑞王，哪名女子敢在您面前不注重形象？这不是冲撞了瑞王殿下吗？你在嘲笑我？别给我扣帽子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怎么，你真实身份难道不是瑞王？瑞王？这么悲惨的瑞王。哎呀，果然不能得意忘形，把人家伤害了吧。唉，要怪只能怪在侯府住久了，除了超宁侯之外，都是敞开了腿，腿的素质都下降了。虽然本来素质就不高，哎，不行，还是得注意一点。你生气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是我开了不合时宜的玩笑，你道哪门子的歉？我说你能不能霸总一点，别浪费了你的身份。霸总是什么？霸道总裁或者霸道王爷。对他霸道，
他敢吗？谁敢呀？当然，就算他有胆子，也不舍得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好歹是位亲王，无论什么身份的女子，在你面前都不会披头散发的失礼吧？我朝苏未有硬性规定，女子不可在男子面前披散头发，但正常来说，女子只有在夫君面前才披散头发。她在别院长大，母亲去的也早，想来没人给她讲。啊，还有这一说？这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，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发髻。我让榴莲来给我盘发。不用，现在天色已晚，而且你看他们都回避目光了。他们虽然没看，但我这么披着头发，是不是不好啊？以后我好歹是要嫁给你的，我这样算不算给你戴绿帽子？君北玉本就狂跳的心，差点一下子爆炸。说这么诱人话题之前，就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他毫无准备，险些当场兴奋死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着凉了？哎呀，都怪我，你还是病人，我怎么能让你吹晚风？不是，真不是，我穿的很多，而且是夏日，本就不冷。不信你摸摸我的手，他会不会认为我冒犯他？得快些解释。追王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手就被女子拉住。女子的手温很舒服，温暖中透着一丝凉意，就好像上好的锦缎一般，温中带凉，凉中有温。应该没什么事儿，手比我还热乎呢。说着便放开了手，君北玉悠悠叹了口气，看向宁静的夜空，早知道穿少一些就好了。如果他手是冷的，搞不好他能帮他继续暖暖手。你叹什么气？没有，其实你用不着一直梳夫人发髻。虽然按照规矩，成亲后的女子要把所有头发都盘成发髻，但通常一般只有生了孩子、做了母亲的女子才盘发。你虽成亲，却未生育，可以继续梳未婚女子的发型。我知道，现在夏天不是热吗？披着头发，发丝糊到后脖子上，太难受了，所以我才全盘上去的。等秋天凉快一点儿，我再放下来。原来如此。你确定我这么披头散发对你没影响？你不介意？不介意。你很会游泳？超级会。慕容朱雀一边说着，一边从空间里掏出了一根皮筋，给头发扎了个松松垮垮的马尾辫。这样应该不算在男人面前披头散发了吧？游得很好。超级好。能从银浪河的这一边游到另一边吗？就这，比这河快2倍的我都能游过去。你还有什么是不会的？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无所不能一样。我会的东西大多是在求生上，非求生项目我会的还真不多。例如说盘头发，我就不大会。你说要教我游泳？教啊，蛙泳、蝶泳、仰泳、自由泳，我都可以教。好啊。我身上的伤疤能游泳吗？当然，我们的治疗才刚刚开始，你急什么？我的激光设备和强脉冲点阵设备还没有弄出来呢，最起码也搞个简单的302点阵激光治疗期，再看看修复效果呀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解释起来麻烦，等回头搞出来机器你就知道了。你真是仙女，如果不是仙女，为什么会有那么神奇的空间，还能从神奇空间里拿出更为神奇的物品？你就当我是仙女吧，哪个姑娘还没个仙女梦呢？李公子，晚膳准备好了吗？回朱姑娘，准备好了。还好啊，你们还没有丧心病狂的因为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继续让我们挨饿。慕容姑娘还是看出来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就没个能瞒住慕容姑娘的事儿。让我陪你们家王爷，什么时候不能陪？非要饿着肚子陪，万一肚子疯，一会儿还吃饭吗？朱姑娘息怒，我错了。错了？如果认错有用的话，还用官府做什么？李云池快哭了，用求救的眼神看向自家王爷。今天的月亮真美啊！王爷，您这就把心腹卖了呀？一旁的朱榴莲悄悄走了过来。小姐，奴婢罚你一会儿陪我家榴莲切磋2盘。这叫什么惩罚呀？原来小姐故意发脾气刁难李公子，既然是为了我，肯定是刚刚我想和李公子切磋，李公子拒绝后被小姐听见了。奴婢多谢小姐，但不用呢，一会儿奴婢还要练习缝合术呢。你想什么？难道我不知道？这几天想切磋想的手痒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有的是办法逼着李公子陪你切磋。合着就我孤苦伶仃没人爱。他哀怨地看向王爷，发现王爷观赏月亮更起劲了。晚膳过后，慕容朱雀和瑞王2人继续看风景，顺便观赏某2人切磋，一边看一边嗑瓜子。一旁的瑞王自不用说，要了一把瓜子和一个小碟，又开始一粒一粒的剥瓜子起来。不是，难道朱姑娘您不觉得甲板太小了？我们切磋的话容易掉河里吗？没关系，本小姐水性好，你们谁掉下去我都捞。李云池无奈，只能陪朱榴莲切磋。
王爷，我这么虐待你的心腹，你心疼吗？不心疼，他一个男子，理应好好练武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刚刚对李公子太苛刻，但我这几天逼着榴莲学医，觉得有些愧对他，因为我的升级，所以他要跟着没日没夜的忙活，所以我想犒劳榴莲，但我想不到什么犒劳的方法。毕竟这丫头不贪吃不贪玩，也对穿着没什么要求，我给她银子她也不要，除了留几枚碎银子，其他凑整银子就塞给我，让我帮她保管。我思来想去，她最喜欢的好像就是练武了，所以只能委屈一下李公子，逼着李公子陪他练了。其他侍卫也可以。对啊，我刚刚怎么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侍卫啊？我好像陷入一个误区，好像这里只有李公子自己会武功一样。啊，怎么办？要让侍卫把李公子换下来吗？反正已经开始了，今天就让云池陪吧，等以后可以换侍卫切磋。其实李云经常换人切磋，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高、臂长、腿长，以及不同的武功套路、反应方式。切磋对象越多，实战经验才越丰富。练习时多一次失败，实战时才能少一次伤亡。你说的对，练习时多一次失败，实战时才能少一次伤亡。你武功，今天月亮真好啊。没关系，以后我说话不用有任何顾忌，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你刚刚想问我的武功如何？之前我回答过你，我没什么武学天赋。除了赚钱，我好像一无是处。会赚钱还不行？你喜欢会赚钱的男子吗？这话问的谁不喜欢？只要会赚钱，别说男子了，连女子我都喜欢。性别不能卡得太死嘛。不愧是慕容姑娘，永远语出惊人。那我以后把天下的钱都赚给你。慕容朱雀正笑呵呵的答应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把他吹醒。等等，我这是在干什么？谈情说爱吗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我不得拿别人的钱财。君美玉的笑容凝在脸上，他意识到刚刚自己不小心过线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已经死了。死人不会赚钱，是你救了我的命，所以只要我活着，赚的钱理应归你。你的好意我心领，但不至于。我们看他们切磋吧，你可以当解说员，帮我解说一下他们的武功路数。好。5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了，因为5天前的夜晚有些过线，慕容朱雀重新考虑是否要改嫁给瑞王，所以接下来的5天，他很仔细的观察，却发现整整5天，瑞王与他保持距离，别说共同用膳，两人连见面的次数都很少。是不是他太敏感了？瑞王对他没那个意思，如果没那个意思，那他就能继续改嫁了。如果瑞王真喜欢他，他就得慎重考虑，打算未来一段时间好好再观察一下。一旦发现瑞王喜欢他，他立刻开溜，绝不停留。幕后，一众人换了马车继续前行，又行了1天，终于到达西部与金达国交界的边陲重镇衡山城。车厢内，慕容朱雀、主仆两人正在往脸上涂抹一种黄色的涂料，这涂料是慕容朱雀在船上制作的，使用了装品、画画用的颜料以及成分含甘油的药物混合而成。两人刚刚涂抹完，马车就停了。到衡山城了吗？慕容朱雀仔细端详着水银镜中的女子，不对，是一位少年。却见少年面色蜡黄，鼻尖面颊还有不少雀斑，活脱脱一个11、12岁乳臭未干的小子。好在榴莲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和小姐脸上都擦了一种黄黑色颜料，还画了雀斑，剃掉了一些眉毛。小姐说这样不容易让人看出我们是女子。别说认不出你们是女子啊，我都认不出你是谁了。邪了门了，就脸黑了点就能变个人？我家小姐说一白遮百丑，反之亦然。易容，尤其是女变男，肤色最重要，再配合一些小细节，例如眉毛、头发，只要足够丑，没人会怀疑我们性别。还有李公子，您看这个。说着张开了嘴，露出了一口大黄牙。怎么样，能看出我是女子吗？我连多一眼都不想看，谁还有心思分辨什么男女啊？没想到李公子您还是在意外貌的人啊！对了，车队怎么停了？到衡山城了？我倒不是在意外貌，但是最起码的也得能看得过去吧。如今大部队还没到呢，正式开战的消息也没公开，但是城门已经开始戒备了，所有进城的人员都要严加盘问。我们正在入城排队呢，是怕混进细作。对，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李公子，你先去忙，我回小姐话去。等等，我家主子问你们可有什么需要的东西，有需要的话尽管开口。这问题公子都问了一路了，如果小姐有需要早就说了。真好，
公子对小姐是真的好。那是当然的啦，我跟随主子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敢保证，主子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对女子这般上心。行了行了，不用再暗示我了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帮王爷说好话。那就行，辛苦你了啊！等到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小姐，奴婢回啊。嘿，好看吗？仔细看，还能看出什么吗？小姐，您在脸上也做了手脚，为什么看起来嘴巴这么凸啊？好像猿猴啊。